你在什么时候出家？我是在2018年出家，我那个时候是在读研一，然后读了1个月之后退学了。我觉得想出家的心情太过急切，我没有办法再等到毕业，然后就退学去出家了。退学出家？那你对，当时是读哪间学校？我是北京理工大学，这在大陆很牛逼吗？呃，算不算最牛逼的，但是也不是太好考的那种。不是太好，对，要几分？要几分？我当时是高考660分。哎，张老师，你为什么会过来做义工啊？我大概4、5月份的时候想找一个寺庙做义工，然后联系了一位法师，那位法师说非洲有一个寺庙，他们更缺人，你去那儿行不行？然后我就过来了。那你来这里会待多久？待的一直习惯的话，可能会比较长期。然后现在是办了2年的签证。2年的签证，这么久哦？你还真的是我第一次见过当义工当最久的一次。那所以如果你觉得这里待习惯的话，这2年就都不会回国，就会在这里。对，应该是。那你为什么会对这个有兴趣？因为我之前出家过5、6年。5、6年，对。然后再还俗吗？对，去年7月份还俗，还俗之后大概工作过3个月，对，然后之后有一段时间就觉得我好像还是不太适合世俗的生活，所以又想再找个寺庙继续做义工。但是没有想要再出家的意思。对，暂时没有这个想法。哦，哎，你来非洲多久了4个多月了，目前。4个多月。对。那你刚来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不习惯的地方？哇，刚下飞机，然后那个车一路往这个小村子里面开，我的心就一路在变凉，就是哇，这个条件，哇，这个物质水平，然后我心里就在想，天呐，我能够待多长时间？我该不会待不了几天我就受不了吧？然后待到现在之后，觉得我越来越喜欢这里，我甚至现在比起国内更加喜欢这边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夸张？那所以你很有可能会在这里待2年。对，有可能2年，或者有可能更长。哦，那你之前为什么会想要出家？是这样的，我大学时候我学的是物理专业，然后一般学物理的人他都会对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相比较有兴趣，比较想要去研究这些东西。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发现，好像物理不太能帮我解决这些问题，但是佛法好像可以，佛法的修行可以让我去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。然后我就皈依了佛教，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想要出家。那你在什么时候出家？我是在2018年出家，我那个时候是在读研一，然后读了1个月之后退学了。我觉得想出家的心情太过急切，我没有办法再等到毕业，然后就退学去出家了。退学出家？对。那你当时是读哪间学校？我是北京理工大学。这在大陆很牛逼吗？算不算最牛逼的，但是也不是太好考的那种。不是太好，对，要几分？要几分？我当时是高考660分。660，满分是750。对对对对对。这么夸张？那你爸妈有没有很反对啊？对，他们非常的反对，他们把我从庙里抓回去过2次。2次？对。然后后面呢？就是他把你从庙里抓回去，就把你关在家里嘛。对，然后我就偷偷的跑出来嘛，跑了2次一共。那关过最久的一次是多久？哇，第2次大概关了能有将近1年。1年？对。你连家门都没有出过？后来有出家门的，因为我为了逃跑，我后来还是有做一些妥协，就是好像表现的我没有那么想出家了。你看我也不会偷跑，然后在家里人放松警惕之后，我就跑掉了。然后后来你回寺庙之后，爸妈又过去那里抓你回去？就没有了。第2次跑掉之后，我就不敢再让家里人知道我在哪儿了，就是我在哪个寺庙哪个地方修行，我根本就没有敢告诉家里过，只是每天给我妈发个消息报一下平安。那他就没有在电话里说你一定要回来什么的？也有啦，也有打过电话骂过我，然后微信也会骂我，然后劝我回家，但是就是我还是比较坚定的嘛，我这个人比较倔。对。所以比较坚持，就我妈也没有办法。那后面怎么办？就是你妈也妥协了？对，她的态度一直都很明确，不同意我出家，但是她最后也是，她知道我是一个大人，她没有办法24小时的去困住我，就是只能是我想要出家，她也就只能如此了。所以之后他就没有再约束你，你就是可以在寺庙或者说在你修行的地方，就是来去自由。对对对，我甚至回家过年可以，然后过完年之后可以再回到我修行的地方。那还不错。那我问一下，像你这么高学历的人啊，你同学很多人出家吗？没有啦，我同学里面好像只有我自己。那你大学同学知道你出家吗？有关系很好的几个知道。
那他们知道的时候有很压抑吗？有啊，有很惊讶，然后也有同学打电话就是委婉的劝过我。但是都劝不了你。对，我这个人从小脾气就是特别的倔，我妈说我从小跟头驴一样。哦，那你觉得当初你从这名校毕业，然后还考上同一间学校的硕士啊，这样子放弃会不会很可惜？我觉得并不可惜。并不可惜。对，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，我对自己的状态是比较满意的，因为我最看重的就是智慧或者说心性上面我拥有多少东西。我觉得出家的这几年对我这辈子整个的人生来讲是最珍贵、最有价值和意义的这几年。因为通过这几年的学习，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，对我自己的认知，包括我的性格都改变了很多。如果我没有这几年的经历，我可能依然没有办法很好的跟自己相处。但是现在我跟自己相处的和谐程度已经比以前高很多了。那这样不错。但是在父母的眼中，尤其是中国父母的眼中，是真的蛮可惜的。对，不光是父母，所有的亲戚朋友，包括同学也都其实不太理解。难怪他们的反弹会这么大。对。你说你出家5、6年。对。那就是这5、6年是包含你被抓回去2次，还有在外面修行的时间，总共5、6年。对对对。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会想要还俗？因为去年我是修行有一段时间，有那么几年之后，就开始感觉为什么修行总感觉自己卡卡的。对。然后就感觉我好像是不是有一点基础的功课缺失，然后后来开始学儒家的东西，又开始学心理学，感觉我可能就是下层建筑有需要补齐一点，才能够通过佛法的修行让自己的精神境界再提高。然后后来学的东西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杂之后，就觉得我好像欠缺一点社会的经历，可能多一点社会经历会对我修行有帮助，然后我就还俗了。那还俗之后去找了一份工作。我还俗之后换过1个、2个、3、4个工作了。但是这个工作都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对，都没有太喜欢，都会让我觉得我每天在干嘛，好像不是很有意义。就很像机器人，就是起床上班，回家睡觉。对，就感觉我好像每天累死累活，就只是为了给自己买口饭吃，有个地方睡觉，只是为了维持我可以活着而已。然后最后就决定不要做那个了，但是也不想要再回去出家的生活，就是选择义工的方式。对对。会感觉有意义一点，而且好像又比出家人要更自由一点。那你在这里的生活就是跟出家有什么不一样？在这里就是正常情况下，一般在寺庙，所有的义工和法师都要参加早晚殿。因为我身体不太好，然后我目前是跟法师申请，我早晚殿都不参加，因为我身体不太好，就是我工作一段时间我会特别累，我要一直躺着躺很久。然后我会感觉这一点对我来说是比较自由的一个方面。但如果我是一个出家人，我不太好去做这样的申请。那你出家的生活规律是怎么样？出家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地方是早上4点半上早殿，上大概45分钟下早殿，然后接下来大家就可以自由安排，比如说学习一会儿，或者说我就回去睡个回笼觉，因为我身体不好。然后大概到6、7点钟的时候吃早饭，吃完早饭，上午是大家的承担时间，或者叫出货时间，就是大家做自己手里的工作。然后中午大概11点多的时候用午斋。午斋完了之后可以休息一会儿，然后下午2点起来诵经，诵经大概1个小时，然后完了之后就开始上课，上课能上1个半小时乃至2个小时，之后到晚上5点又开始上晚殿，晚殿我们当时是大概半个小时，上完晚殿就可以吃药食，就是佛门里边管那个晚饭叫药食，药食之后就是自由时间，大家可以自己，比如说白天的承担没有完成的，可以再继续加班一会儿，或者说下午的学习有什么想要再深入研讨一下的，或者再深入自己多了解多学习一点的，都可以自由安排。承担是什么？承担就是比如说工作，就是比如说有人负责种菜，有人负责挑水，有人负责劈柴，然后有人负责文字类的工作，有人负责敲电脑。所以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承担就对了。对对对。然后包括做饭也是承担，洗碗也是。那是固定的吗？还是会轮流？我们那边会轮流，但是因为我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大家都很照顾我。像一些比较重的，比如说种菜和做饭都不会排我。那还不错。大家很照顾。可以。那你晚上几点睡觉？晚上10点之前必须要睡觉。10点之前睡觉，然后早上4点半要起来早课。对对对。我好像没有过这种生活。欢迎去寺庙体验。太累了，我今天早上起床的时候也去参加早课。我是被吵醒的，我不是调闹钟起来了。老师会拿小鞭子去叫孩子起床。对对对。
那你觉得出家人的生活真的很清闲吗？清闲其实也不清闲了，就是你看时间表排得很密，从早上4点半一直到晚上10点，就是时间表是排的比较密的。只要不是身体特别不好的那种，就是基本上不会有特别闲的时候。它并不是世俗人会觉得好像很清闲呀，多分清闲，不是那个样子。它甚至有时候会比在世间会更辛苦一点。有时候，比如说我们寺庙盖房子的时候，你是说体力上的辛苦？对体力上的辛苦，包括时间表的紧密程度。因为像世间人，他周六周日我是自由的，我是休息的；出家人没有一天是休息，每一天都要修行。我每一天都休息。对，没有哪一天说啊，我可以放松了，我今天不修行了，没有的。那听起来就很累啊。但是习惯了就还好，我那几年习惯了就不会觉得很辛苦，会觉得心里是一种踏实舒服。所以出家人追求的是佛性上的修养，但是一般人是追求生活物质上的欲望。对，也可以大概的这么说，就是出家人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解脱，从生死轮回当中解脱出来。对。然后从世俗的角度来看，好像他们追求的是精神上面更高的成长，精神上面更高的享受和境界。确实也可以这么说。对，那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？就是出家人有没有欲望？当然有。当然有。台湾有一位法藏法师，我很喜欢听他的开示。他有一次开示的时候问在座的各位有没有人没有欲望举手，可能真的有举手，因为我听的是个录音。然后他说请班长把他们名字记下来，等下送去惠明医院精神科。因为从佛教的角度来讲，我们没有欲望根本就不会出生在这个娑婆世界，除非是那种成愿再来的佛菩萨，他可以。但是我们一般的凡夫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出生，一定是先有欲望才会有出生。但是你们怎么克制欲望？它是有方法的啦，比如说可以修一些不净观，就是它佛教里面是有方法去消化掉这些欲望的，而不是那种就是我有这个欲望，我一定要把你打压下去，我绝对不可以有。如果是这种硬碰硬的去压制的话，其实它只会导致这个欲望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变态。对，它是需要一种正确的方法去进行疏导化解，让它变成没有，而不是它有在这儿啪把它给打下去，把它给砍掉。所以就是换种方式让这个欲望不会一直起来，这样。对，或者说，佛教很强调看到真相。比如说一个比喻，就是我天黑的时候看到地上有一条草绳，我很害怕这是一条蛇，吓坏了。但是只要有灯有光明，我一看这是一条绳子，我就不会再害怕了。我们生活中很多的烦恼或者欲望，它都有点像没有看清楚这个真相，所以我会因为这个境界去起一些烦恼也好，起一些欲望也好。但是我看清楚所有的真相之后，那个欲望或者烦恼就会像我对草绳、我对蛇的那个恐惧一样，自己消失掉。我不需要再对它进行处理，而是在我见到光明、见到真相的那一刻，这个问题就已经不存在了。那你爸妈现在知道你在这里吗？他不知道，我没有敢告诉他们。如果知道可能会很生气，因为我在这边没有工资嘛。可是你在寺庙会有工资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只要在寺庙就基本上没有工资。对啊，但是你现在如果是在中国是出家的状态，和你在这里当义工的状态，他们都会很生气。对，都会生气，都会不喜欢。那他就是要你不要出家，然后待在中国找个工作。对，有一份稳定的收入，有一个稳定的家庭，这是他们的想法。但是我好像不太喜欢。那你爸妈也不信佛？我爸妈不信佛。那你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？我有一个弟弟。那他信佛吗？我小时候曾经一度很担心，因为我出家，然后父母会在他面前说佛教不好，他会对佛教反感。但是我发现，当他自己上了大学，他有了自主意识之后，他自己开始信佛学佛了。那你爸妈知道吗？我不太清楚他们知不知道。但是你会和你弟讨论佛学的？对，以前会讨论，现在是这好几个月都没有再联系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自从出家的时候，因为我父母非常不同意我出家，然后经常打电话骂我，然后我弟弟也打电话骂我。对，虽然他当时很小，但是非常的为父母感到气愤，然后也打电话骂我。从那之后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好像就开始有点尴尬。有点尴尬。对。但是他之后自己接触佛学之后，他有跟你道歉吗？没有我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想的，我也不知道他现在对我是不是还是生气的状态，我也没有敢问过。好，宗教和家庭在你的身上好像也不能兼得。对，目前好像我还没有那个能力把他们两边都照顾得很好。但是你还是偏向佛教这边。对，
也有可能以后会再出家。哦，这个说不太准。真的假的？说不太好，因为我做决定，我发现我这个人做决定就是一般比较随机，很快就可以做一个决定。然后就会去做了。对对对，所以现在我没有办法决定以后的事情，哦因为我这个 OK 人变得很快。 OK，但是会后悔吗？我一般好像不会后悔。哦，那也是看心情做决定。对，因为我觉得我在每一个当下做的那个决定，指引我将要往前去走的那一条路，或者那一段路程，都是对我个人的成长有帮助、有意义的。就是我不会像世俗那样去定义怎么样一条路是对的路，怎么样一段路是错的路。我会觉得每一段路它对我来说都是很有价值和意义的。